马哈切夫表示，他与加里这场比赛开局第1秒他就开始压迫摔倒，然后降服，而加里表示他要发挥自己的技术特点，把节奏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。这场比赛他势必要终结伊恩加里。我们来聊聊这场旷世大战吧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两人的优缺点。马哈切夫的优点，这个很明确，他的技术很全面，他是有史以来技术最全面的选手之一，而且马哈切夫的摔跤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天下了，万花筒式摔跤啥都会，再加上应对独特的控制能力还有降服能力，马哈切夫堪称次重量级第一摔柔大杀器。马哈的战力也是非常被人低估，虽然说达不到顶尖吧，但也非常出色，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或者是摔跤铺垫进地面为主，甚至说有的时候还能重创一些顶尖的战力高手，比如说大帝。从技术这方面来讲，马哈切夫确实是很全面，很难被人针对。而缺点这方面，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身体硬件没有加里那么出色，两人的身高臂展还是有不小的差距，这就引起了马哈切夫两个比较大的难点。第一就是马哈切夫说他要自己主动进攻，马哈其实压迫进攻的话，他的漏洞还蛮大的，我们能经常看出马哈切夫主动进攻打出那种杂乱无章的拳法。之前马哈切夫主动进攻打梅卡顿的时候就漏了不小的破绽，还绊倒了一次。不过好在马哈切夫主动压迫并不是为了拼战力，他是为了更好的抱摔，因为马哈切夫那个冲爆能力没有说骑马耶夫那么猛，一弹弹那么老远，距离远的话还是不好抓，而且浪费体力还得不偿失。所以说马哈大概率还需要近身发动自己的贴缠优势，发动链式摔跤。所以说马哈的劣势我觉得就两个，第一就是他的主动压迫会不会太毛躁，第二就是加里这个腿还长移动还快，他这个距离问题不好克制。而伊恩加里的优势呢，首先第一肯定是他的静态天赋，虽然说他目前来看比较全面，战力极其的出色，武器库丰富，技术好，马哈遇到过比加里技术出色的那还挺多的，但像加里硬件这么强的还真没有。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身体，然后携带什么快速移动什么腿法啥的都是次要的。第二就是伊恩加里这个脑子好使啊，他的格斗智商高。如果说马哈切夫的前期给加里提供了很多的进攻技术样本的话，那还挺危险的。就比如说我国选手宋克南曾经重创过加里，差点给他 K 了，但是加里有这个样本之后，在后期反倒重创了宋克南。还有打沙夫卡特那个也是，第一次被摔倒 OK， 第二次瞬间完成反制，甚至说后期差点裸脚的沙夫卡特。不得不说加里这个脑子确实有东西。而加里的劣势我觉得也很明显，我觉得除了身体以外，他没有任何一项能跟马哈切夫抗衡，特别是技术这方面，别说摔跤了，就只打战力的话，我觉得马哈切夫也不会特别狼狈。他的腿法确实很出色，他的正蹬，他的踹膝盖，他的高扫确实挺唬人的，但是打马哈切夫这种顶尖的摔跤手，要么就少出腿，要么就特别的谨慎，甚至说在马哈切夫强大的摔柔加持下，我觉得他的战力未必发挥得出来。第二点就是啥呢？加里的移动他被严重高估啊，他的移动快主要还是来源于他这双大长腿，他倒腾的快，他的横移，他的后撤，他的反击照大低那种真正的身法怪差太多了。加里被顶龙磨弄的时间还蛮长的，虽然说马哈切夫近身比较困难，但是可以做到。对于马哈切夫而言，只要给加里摁地上就好说了，而对于加里而言，只要跑得快就行。我一个朋友说，其实马哈切夫非常喜欢摔这种正架的选手，因为好抓腿。其实我真看不出来，我觉得马哈切夫打谁都挺好抓的，就看看次中这些大长人，他们的距离感到底能不能摔着像马哈切夫的摔跤。这场比赛对于马哈切夫还有一个考验，就是他的体能。马哈别在自己的近身压迫或者说是多次发动抱摔下给自己累够呛。我个人感觉这场比赛其实蛮有悬念的，毕竟是马哈切夫第一次对决4大长人级选手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真的没有理由不看好伊斯兰姆马哈切夫。